在遵义绥阳县望草镇的大山上啊，我们发现了一片特别奇特的木房建筑。这个地方呢，像是一个荒废的村庄啊，但是它的建筑造型呢，却是别具一格。到底这个地方还有没有人居住啊？那咱们今天呢，就想去一探究竟。想来到这里呢，非常的不方便。因为它这个地方不通公路啊，从四面八方哪个位置来呢，都要走1个多小时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是选择导航到温泉镇双河村陶教主的这个水云谷农场，也就是李兄弟他们家这里啊。那么李兄弟他们2夫妻呢，也是跟我一块儿到这儿来，因为这边呢是他们祖辈的一个老家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要从李兄弟家走到这一片房子的一个行进路线。从他们家这里呢，基本上要翻山越岭啊，翻过这些山脉，慢慢的到达这个山峰上啊，在这个山梁上呢歇一歇，继续往前走，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。整个路程呢，相当于要1个半多小时吧。在这个森林里面呢，也是非常的舒服啊，挺凉快的。主要是还有很多的山货可以吃，这里面有特别多的八月瓜，还有野生猕猴桃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吃的，比如说山核桃也是非常的多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2天在这一片森林里面呢，简直有非常多的山珍美味啊，根本就饿不着肚子啊。这地方感觉以前像住人的那个。那里讲人嘛，那有在西滨的嘛。哦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山垭口来了。从李兄弟那边的房子走过来，翻山越岭到达这个垭口，差不多走了1个小时，然后再从这里斜过去，可能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，就到我们想要去看的那些房子的地方了哈。走，咱们从那边一路过来呀，翻山越岭走了好几个坡，好几个弯。哎呀，还好是几个人一起嘛。走得比较慢啊，就不显得那么累。你要是平时走那么远的话，还挺累的啊。这些小道啊，都是以前的这个古沿道。你看哦，时过境迁了，到现在呢，基本上已经没啥人走了。他们这边呢，也是好像只有一家人留在这个山上养羊，其他的所有人呢，全部都搬下山了，都没有在这个山上住了。这下边咱们也看到一个废弃的房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房子也是没有人住了。你看那个电线都拉到这里的，而且那个电线还拉得比较好啊，2个双电杆的。哎呀，这些土地下边这些所有的这些土地全部都荒芜了。这一座山上呢，我们通过无人机视角来看呢，东一家西一户的还有不少的房子啊。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一片呢，它的房屋比较集中啊。就走那儿去看一下。咱们现在已经看到那个房子了，已经看到那一片房子了，但是这个真的是山里望山跑石马，还早得很，还得走一会儿。走了差不多1、2个小时的时间，咱们终于是走到这里了。来看一下这里的这个地形啊，豁然开朗。哦呦，这里有条蛇，有条蛇要好大哟，无少蛇，所以上去喽。哦呦，好大一条哦，好大一条哦，我的天呐，我看它往哪跑啊？跑过去了。哦呦，走过来看一下，这个房子比较大嘞。这边以前是这个粪坑，那房子拆掉了。看看，咱们是从那个垭口走过来，然后走到这儿房子这里。他们这个房子建的地方呢，视野非常的开阔，好像是建在一个山梁上的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房子也比较大啊，它是横着建、竖着建、斜着建。这房子是建的，主要有一些造型。一个大家族啊，以前是。走这个小道过来看一下。
这个房子是不是最老的房子？最老的。它这个房子建的正好压在这个山梁上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建的很正的，就从这里建的很正的。龙脉看到？对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里还有门牌号。这个地方的详细地址呢是绥阳县望草镇的下市村田湾组。这地方真的是相当不错。你看我站在这个正大门的这个位置，望向前方，我的天哪，是不是非常的舒服？但是来到这里呢，非常的不方便，走路随便走哪边呢，都要走超过1个小时。不管你是走这边的村庄还是另外一边的村庄，都要超过1个小时才能走到这里。你们看哦，这个房子着火过，被烧过，上面都烧掉了，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烧的，这都烧成木炭了。以前应该被烧过哈。它但烧没有烧成什么样子，就好像是武大出来的吧？武汉大学。就中间这一家。就中间这一家吗？就中间这个是他家的。它地形那么好，怪不得出个武大的。对，你的姨们是多兄弟？我爷他老头儿。猪猪了嘛？我们怎么讲的猪猪？我们猪猪是老三，三猪猪搬过去的。哦，这地方以前真的是人挺多的。这个李兄弟也讲，他们祖是6兄弟。那么都是住在这里，包括6兄弟的上边呢也是几兄弟，所以说这个房子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是100-200年了。像这个房子呢就是最老的房子，已经100-200年了，真的是时过境迁，是吧？这么好的房子在山里，现在没人住了，只有1个还是2个老人，哎，有在这里住着养羊，养一些蜜蜂之类的，然后其他的房子呢全部都是荒废在这里了，包括上面的瓦呢，现在也没有管。我们看它这个地形啊，确实是不简单啊，中间一条脉下来，然后后面呢是一连串的山，然后前方呢又是一个平台。这个房子呢，它正好是建在了这个龙脉上。真的，以前的老祖先建房子，它都有讲究。这个房屋整个的一个构造呢，它是一个3合头的房屋，那么前方就是正中间呢，它建了一个正房子3间，两边呢，它也是建的正3间的房子。它不像我们传统的一些3合头的房屋，它两边呢是一边2间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两边呢都是正3间的房屋，中间是堂屋，有大门，大家看到吗？两边都有，所以它这个位置啊，当初在建房子的时候，他们就有这些考究。而且他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姓人家，就是几兄弟，所以说呢，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分好啊，可能是后来是老大住中间，比如说老2、老3住两边，老4、老5住两边，对吧？正3合头的房屋是放在正中间，那么两边呢是斜着建有2间房子，有没有感觉一个飞龙下山的感觉？包括它这个正前方的正3合头的正前方的这个房子呢，它又是内切的。知道吗？两边的房屋都是内切的，它相当于一个矛头指向前方的这种感觉啊。所以说，建这个房子的时候都有讲究。那么我们刚来的时候，一看到这里的房子呢，就感觉不太一样，对吧？它房子有正的，有顺的，有斜的，对不对？它是有讲究的。可能在古代啊，也有一定的防御的作用。或者说从我们风水学的角度来讲，地理学的角度来讲呢，它这样建呢有它的一个考究。这么牛掰的建筑啊，我站在这儿呢一定要合个影。你们看，这样看去是不是非常的帅气？整个房屋看起来就像一个怀抱式的感觉，又像一个飞龙下山的感觉。山上呢，它也不是那种恶山，而是延绵的这种山，包括是一整串山。它这里虽然是一个支脉啊，但是这个地形呢也是相当的不错。从这个地形出去的人呢，这个人丁都是非常兴旺啊。从当初这里的几家人发展到现在，可能有70、80家，上百家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哈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大家好，现在我在铜仁的大山里啊，今天带大家来探秘一个无人村。今天这个太阳是相当的大呀，但是怎么感觉在阳光下我显得没有那么黑呀？这个毛路啊，以前的话可能还有车上来，现在这个车子上不来啊。可以看一下这些大山里面的生态环境，非常的好。我们走到这里呢，这个路上都已经给拦住了，对吧？哎呦，差点没给我绊住。我实际上是从这个峡谷底的坝区过来，然后车子看到这个半山腰有几户人家的位置，然后呢，从这里走过来。现在呢，从这里上去呢，到这个山梁上啊，然后到了山梁上之后，我们看了一下地图，从这个山梁上到无人村的位置，直线距离大概1公里吧，但是要走过去得几公里。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小房屋，是吧？这里有一些木架子，几边呢是石头垒起来的，好像是一个特别小的房屋。这个不像人居住的，我觉得应该是以前的一个山神庙吧。你看哦，时过境迁，山里面的人全部搬走以后啊，就连山神庙也没人管了，也是荒废在这里了。看看这边就是原始森林哈。现在呢，我是在这个山梁上的，我从下边那几户人家的位置走到这儿，差不多走了半个多小时。翻过这个山梁呢，这边大家看到了，就是一个无人村。这个下边有2户人家，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所有土地都是荒芜的，那么也没有看到有居住的痕迹。我们再往前面走大概1公里多左右呢，也是有一堆的这个木房子，这个地方呢也是周边没有任何的耕种痕迹，看去呢也是无人居住。但是我们看到中间这一块田呢，好像是有挖土来种什么东西。我猜测呢，有可能有个把老人留守在这里，但是我们用无人机看了一下呢，并没有看到有人的痕迹啊。这个无人村的面积挺大的哈，应该是不止我们现在看到的房子。可能还有一些房子是隐藏在森林之中，或者说已经搬迁之后呢，房子挖掉了，现在咱们就看不到任何的痕迹。那么要来到这里呢，也是非常的不容易，我们需要从下面的坝区，然后开车到半山腰的这几户人家的位置。开到这几户人家呢，这个车子无法再前行了，因为路上有很多地方的深沟过不了，那我们就只能选择步行上山。从这几户人家步行到山梁上呢，大概走30来分钟、40分钟的样子啊。所以说想来寻找到这个无人村呢，也是非常的不容易。从我们所在的山梁的位置到这个房屋的位置呢，直线距离大概有1点几公里。如果我们再步行过去的话，大概是3公里多的样子。我呢不选择过去了，因为我没有看到人，我觉得去也没啥意义，是吧？这个无人村的这一整片面积呢，非常的不错啊。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远的地方呢，很有可能就是梵净山的一个周边。因为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，就是江口县这个地方呢，应该是梵净山脚下的某一个方位的地方啊。可以看到这里的所有的土地呢，都好像没有耕种，但是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土地好像是做了一个坡改梯，可能里面是种植有一些什么样的产业吧。只是看起来好像没有打理的这种感觉啊。这个无人村呢，真的是隐藏在大山之间啊。你不来到这个山梁上啊，你是无法看到这个村庄的。我们看到这个边上这2栋房屋啊，其实还挺好的。然后这边这一堆房屋呢，也有2栋、3栋还可以住人。有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地方的？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。这个地方的海拔呢，大概是800多米啊。这个无人村啊，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发展一些产业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属于梵净山的周边嘛，不知道是不是保护区啊。如果是保护区的话，可能不能大动干戈，但是搞一些林下经济，或者说小一点的养殖呢，我觉得是问题不大。因为我是一路开车到半山腰，然后呢步行上来，整段路差不多走完了。那我走上来这段毛路呢，其实都是可以通车的。
只不过呢，有些许的地方呢，可能被这个涨水的时候冲断了，暂时过不了车，稍微修整一下的话都没有问题。那这个无人村呢，其实是适合大家隐居居住啊，或者说发展一些小的产业，包括养殖业，或者说宁夏经济之类的，都是可以的。如果说朋友们对这个无人村有兴趣呢，大家可以自己到这边来考察一下啊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